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上次我们吃沸腾鱼的这个广场。这个广场大家在温哥华叫它糖尿病广场，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好喝的饮品店啊。但是我们今天的温哥华吃什么？要吃广东烧腊。广东烧腊专门店 Cantonese Barbecue Restaurant。看这个鸡，看这个鸡，哦，那边还有剁鸡的。鸭。 五花肉、排骨，哪有鹅呀？你知道这里边一走进来就闻到一股很浓很浓的烧腊的香味儿，那种油脂的香气。现在是下午3点40，还没有到饭点儿，所以它堂食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一进来，但是门口那个剁鸭子、剁鸡那儿就全部都是买外卖排队的客人。好香啊！这里边叉烧黄、黄排、烧排骨、黄排烧肉、烧味双拼、烧味3拼、烧味4拼。你要几拼？3拼的是吧？3拼吗？3拼它有什么？哦，有烧鸭黄，有豉油走地鸡、沙姜走地鸡、玫瑰油鸡、海蜇手撕鸡。没有，还有片皮鸭、3杯鸡酱爆鸭片、台湾菜花炒牛肉啊。激动！你好，哎，可以了，谢谢。好的。来，美女吃什么？我们想点一个3拼，3拼，一个鸡，一个鸭，还有一个五花肉，能拼吗？五花肉它有那个脆皮猪，还有那个叉烧，你要哪个？脆皮猪，脆皮猪，烧鸭，要豉油鸡是不是？豉油鸡和玫瑰鸡哪个好吃啊？它是一个味道的。豉油鸡。豉油鸡，嗯。所以你们是鸭没有鹅是不是？烧鹅没有？啊，是的。是鸭好。因为这边的鸭子烧出来它很多汁水，鹅比较干，所以鹅不太好吃哈，而且又贵。鹅又贵又不好吃，所以又干了。又干，口感不好，达不到厨师的要求。我们这烧腊师傅很严格。烧腊师傅很严格啊！老火汤，老火汤送给你，送给我，谢谢谢谢。来个素菜不？来一个芥蓝吧，芥蓝炒腊肉。今天没有芥蓝卖啊？那您推荐什么？油麦菜。可以，可以，油麦菜，油麦菜。你喜欢蒜蓉炒，就是腐乳，还是豆豉鲮鱼？豆豉。是豆豉吧？豆豉鲮鱼炒。对。油麦菜。够了。够了，好，谢谢。哎，你那个什么？哦，干炒牛河。干炒牛河。据说您家的干炒牛河特别香，特别好吃。谢谢。不客气。那米饭先不用。米饭不用。米饭不用，谢谢。先吃这几样。好。好，谢谢。好，谢谢。小心手啊。好，开心。Hello。哎，哇，这汤就是这么快就来了。老火汤，哇呀！你说它广式老火汤里边的这个菜是什么菜呀？反正是一种我觉得很好吃的菜干儿，因为它也炖不烂。它就白菜干吧，晒干的那种。反正就一种菜干儿，我特爱吃这个干儿。烧腊是我的最爱。烧腊是富贵的最爱，我们这明天就走了。然后呢，富贵我们俩今天就讨论半天，今天这顿饭吃什么。然后讨论来讨论去，他说必须要来吃烧腊，而且这一家烧腊特别有名，特别有名。能开在这个糖尿病广场的餐厅都不错。香。特别有名的是那个名家烧腊也很有名。我们的那个好朋友查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名家烧腊，因为说那个名家烧腊经常会碰到陈冠希，是陈冠希的爱店。然后呢，我查老师的儿子的爸爸是名家烧腊的老板的弟弟。我们上次去就关门了，我们就说怎么关门了，问我们的查老师。查老师后来碰到他弟弟，原来老板回香港玩去了，正好就赶在这个空不在。然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尝尝其他的这个烧腊店，这家也很有名。那天咱们吃那个水煮鱼那天，沸腾鱼那天，我就看见这个烧腊了。就看见这烧，你就想来是吗？我对烧腊有特殊的，就是特别特殊的情感，就喜欢吃嘛。他喜欢吃，然后他就是每次去香港，就是双拼饭，然后再三拼饭，还有4宝。对，反正就是每次就是这几样老3样，在香港市区也点，在香港机场也点，就是我就觉得，好喝。哦，它那个是招牌荷香珍珠龙虾饭，所以它晚上也是有海鲜的。它是有正餐的。它是有正餐，不止烧腊。你看这个烧腊一直排队，就现在就是从我们进来，这才还不到4点，一直排队，就说明他们家烧腊是真的很有名。谢谢，哇，这么大一份，慢慢吃。好啊，谢谢。这份儿，豉油鸡或者白切鸡，正不正宗就看这个料，就看这个料。真的，这个姜汁，对，葱花，这个料正宗，它就正宗。姜汁葱油，好吃。可以，非常好吃。这个很关键。对，布尔终于吃上他的烧腊了。哇，可以。好吃。它这个鸡很软，它这个豉油鸡烧的非常的软，太好吃了。我来尝尝这个烧鸭。烧鸭也好吃，超级香，它的烧鸭。它把那个皮，就烧鸭的皮它不是烤鸭的皮，脆皮猪的脆皮。好吃。嚯，咱家这分量忒大。很实惠。你需要辣椒酱吗？需要。OK，谢谢。怪不得把桌子并过来了。怪不得把桌子并过来了，原来它这量忒大了。它干炒牛河这大一盘，这么大一份。这个量怎么这么大呀？这个辣椒酱也是秘制的。秘制的，好。你喜不喜欢？好，谢谢。秘制辣酱，我觉得其实广东人做的那些秘制辣酱都有各自的特色，每个店都有，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特色。尝尝这辣酱，豆瓣辣酱。这个脆皮猪，太厉害了。咱们上次在哪儿吃过一个脆皮猪？泰国吧？在泰国吃了一个脆皮烤乳猪，还是一整个小猪，然后上来不好吃。这个脆皮猪真的是香，它那个皮我刚才不是嚼，咔哧咔哧咔哧，那个 crunchy 的那个口感，然后一咬，它上面是脆，下边又还有一层油花，特别的香。这个干炒牛河，好大的肉啊，盘也大，肉也大。我最期待其实是这个干炒牛河，在我心目中，就我对于什么烧腊呀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讲究，因为我也没有说非得点。但是如果一个粤菜餐厅能把干炒牛河炒得好吃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一家好的餐厅，因为它需要很重的锅气在里面，它才好吃，它才香。对。好好吃。卖菜。好，谢谢。菜也大份儿，你看每一道菜都很大份，然后所以给我们拼了个桌子来。鲮鱼、豆豉、油麦菜，这在哪吃得了啊？这个必须得打包啊！这个咱们明天路上还可以吃啊。路上我们在中间一个城市停一天，我们就可以不用去吃那些老外的饭了。你过路的城市很少有好吃的中餐，都是你就得吃那些奇奇怪怪的老外的不好的饭。对，有微波炉。对，我们这些微波炉，明天这就是非常好的一顿菜。而且关键是，就是现在天气也不热。主要是天气不热，所以不怕。所以说放车里坏了。对，就是像这种打包，我们或者买采购啊什么的，跨城市、跨国家采购冷冻的东西，像我们如果不开房车的话，就比较麻烦。
就一般就不太，但是还好现在天气不热，油麦菜好吃。鲮鱼和豆豉它都是咸的，我很怕它菜会咸，但它菜一点都不咸。那菜量太大了，我的天哪！温哥华吃的所有的餐厅，我觉得量都超级无敌大。他们家好像量最大的。他们家量是最大的，就感觉一家比一家大。烤牛河好吃啊！你才吃啊？你光忙着吃烧腊去了。那牛肉也特别嫩，非常嫩，切得非常薄。虽然我不是很在意干炒牛河里的牛，因为我只在意这个河。你感觉这点东西咱俩2顿都吃不完。咱俩得吃2、3顿。虽然他现在就外边排了没有特别多的人，但是那个师傅还是一直在剁鸭子，一直在剁。没有，刚才他从后厨提了至少就是一滴漏有那么4、5只，提了2滴漏鸭子。不是那个刚烤出来的。就最少是有差不多，哇，它这个双拼饭一盘好大呀！双拼饭也是这么大一盘，满的双拼肉。它从里边滴溜出来的烤完的是吗？对。所以它这个就是不停的剁，不停的有客人来，不停的有不管是外卖啊还是什么的，又进来了，真的很好吃这一家。所以你想，他既然能这个点了，还烤这么多，说明他每天就晚上打包的人很多的。对。他那个双拼饭，就他上面那个肉，相当于就是咱俩的一人一半这么多。我满的盖的。所以年轻小伙子来吃嘛，不是能吃饱。你知道你在香港吃个双拼饭，就给你3块，4块。香港和这儿能比吗？香港的那个分量肯定不一样啊。真的，香港经常是，你看香港经常是肉吃完了，剩米饭没吃完，就拌这个吃，拌酱吃。我们这几天在温哥华光混华人区了，列治文，因为这边好吃的多嘛。但是呢，我们发现温哥华的列治文所谓的华人区和洛杉矶的华人区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这边呢也特别方便，好吃的都集中在这一块，而且列治文的房价反而很贵，因为这边太方便了。而且人家的这个还有列治文，还有我们渔人码头，还有海边儿，真的是挺好的，就各环境啊，什么方便程度啊，生活成本啊，方便程度对，特别好，太方便，太方便了。像我们那个好朋友查老师和西西，他们家就住在离大统华特别近。我们昨天去他家做客之前，我们刚去的大统华，一看离了1个迈还不到就到他家了。就他们吃完饭晚上就可以溜达着出来吃个饭，然后再溜达着去大统华，或者甚至就溜达着去大统华吃晚饭。我看那个大统华里边那些熟食也都特别特别香。昨天我们逛了那个大统华里边那个熟食，简直了，给我们俩馋的。我们俩从来不会就觉得华人超市里的熟食就被馋成这样。说这个烧腊师傅要求极高，这边的鹅口感不好就不做。好像有烧鹅的地方，不多哈，北美都没有烧鹅，北美都没有烧鹅，所以这鹅其实好像都不太好吃。你看咱们那个铁锅炖大鹅在那个洛杉矶吃的大鹅就咬不动。这顿饭能吃3顿，因为实在是吃不了。然后总共花了91.95块，这还没加小费，就是餐费是91.95块，3拼是42.8块，然后牛河是17.95块，总共是87.5块，加上税是91.95块。咱俩这顿饭吃半天跟没吃一样，来的时候是3大盘，走的时候是3大盒。山上好多海鸥啊，好多海鸥，哇！这糖尿病广场咱来都来了，咱当然得应景喝点了。我就在想说，它这个广场其实店家很多嘛，它能被称为糖尿病广场，就说明它的饮品店特别特别多，竞争很激烈。我姐们跟我说，有个叫麻古的还不错，所以我们去尝一下，应景。我这几天啊，在温哥华捡叶子，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你看，像这种就算不是很完美的叶子，其实也很美呀。它有斑驳、瑕疵，
有脏脏，但是还是非常的美呀。所以我们的人生也一样啊，不一定非要完美啊，完美无缺，没有瑕疵啊。就算有瑕疵，没有那么成功，也不耽误我们是一个好人呐，也不耽误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啊。茶坊，来点个奶茶喝喝。桃子、百香果、葡萄柚果粒茶、芝芝草莓果粒、芝芝金萱。我们准备点2个，我要个芝芝金萱。cheese foam， 好，绿茶冻波波表。今天的温哥华吃什么？糖尿病广场打卡成功，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尝试这个广场的更多店家。